学校食堂负责人仗着自己是校长亲戚，为了赚钱根本不把学生当人看，这叫成本控制，宝贝儿。再说了，吃不死人就得了呗。等你们长大只能吃品好饭的时候，就会跑回来感谢我了。食堂里的鸡腿比我太奶岁数都大，全是肥肉的肉丸子，卖8块钱一个，再重的佐料都盖不住鸭肉的骚腐臭味。当我们找到他理论的时候，他却满不在意地说道：我们每天那么辛苦给你们做色香味俱全的饭菜，你们还在闲着闲呢，还要不要点脸了？我实在忍不了了，带着同学掀了食堂的菜盆。大家看，他们用的全部都是僵尸肉，这吃进我们的身体里能好吗？就是，我每天回去都拉肚子，被我爸打了一顿，说我不想写作业，故意装病。是啊，我每次吃完都想吐。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我最近食欲不好呢，原来我可是吃妈妈香，都把我最近吃瘦了。就是，我最近都不发育了。校长把我爸妈叫了过来，勒令我道歉。你看看你家孩子的所作所为，这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你们平时是怎么教育你家孩子的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这里是学校，不是你们家孩子可以撒野的地方。我每个月给我家孩子交那么多伙食费，今天你就给我看这个，你就给我儿子吃这个。你今天给我吃干净，敢剩1粒米，咱们教育局见。我高中食堂的饭菜和屎的唯一区别就是没屎恶心，比屎难吃。你把它丢给狗吃，狗闻了都摇头，然后转身吃屎去了。冷冻鸡腿和我太奶同岁，我吃之前没磕3个响头，都要留下不敬老爱老的骂名。有一个同学咬了一个鸡腿，突然一下哇哇大哭，眼泪止都止不住，抽泣地说道：我突然觉醒了3岁前的记忆，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。我想起了那个夏天，我太奶觉着我太瘦了，把家里的鸡杀了炖肉给我吃，我吃了一半，另外一半被我太奶放在冰箱里。如果他老人家在世的话，一定以为我把他当年的另外一半鸡肉拿到了食堂里了。要是拿着鸡腿和鸡蛋一起炖，指不定这太奶鸡和他重孙蛋在哪个锅里重逢，八世同堂。红烧肉是用猪咪咪做的，还是这个同学，他吃了一口猪咪红烧肉之后又哭了。没想到我都断奶10几年了，还能在猪身上找回童年记忆。我妈把我生下来没多久就没奶了，我太奶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些猪咪咪。是吧？吃什么补什么。我这个人是真不挑嘴。小时候我妈出差，我爸背回来一袋喂猪的麸皮。儿子，这是你爹我给你带的进口麦片，每天早上吃1碗。我开开心心的吃了半个多月，毫无怨言。但是你看看这儿吧，黄瓜炒麻花，红萝卜炖皮蛋，草莓焖月饼，这种菜你拿去喂猪，猪也要造反吧？之前我以为食堂大厨的第一志愿是炼金术士，导致他们像个发了鸡瘟的月老一样乱点鸳鸯谱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些菜都是隔壁食品厂要过期处理的废菜，一锅乱炖，适者生存，物竞天择，食堂法则。你问我怎么知道的？呵呵，我又双弱吃到商标了。再说一下每个食堂标配的免费汤，黑板上写着今天供应紫菜蛋花，但我探头往锅里一望，没有紫菜，没有蛋花，甚至连个子弹都没有，根本就是在凝视深渊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这里放了一锅热水，在给学生供应凉白开呢。可能这锅汤的技术指导来自某方便面大厂。一个鸡蛋穿3袋，人走蛋还在，好不容易在隐秘的角落发现一缕飘散的紫菜，捞上来一看，没招了，是特么的头发，不过这么粗又这么卷，似乎也不像头发，这个长度也许是锡纸烫。不对，我记得食堂大厨是个光头啊！有时候我也在想，学校这么做肯定有它的道理。比如我现在在菜叶里面吃到异物，能凭借口感分辨种类，软弹的是虫，硬一点的是钢丝。有一回吃到一个不软不硬、表面粗糙的粒状物，吐出来和室友一起研究，可能是豆荚，也可能是发霉的米粒，这绝对是蟑螂卵。我知道了，他的厨艺是生物老师教的。自学生物，寓教于时，学术氛围相当浓厚。要是早生个几百年，昆虫记的作者肯定是我校友了，哪还有法布尔什么事？意见不是没提过，但是食堂负责人是校长亲戚，雪花一样的投诉信飞向意见箱。校长决定做出2点改变：首先加强对意见箱的管控，然后在操场进行演讲。一个个都娇生惯养，在穷苦时期，多少人馒头就着咸菜照样考大学呢？吃得苦中苦，才能成为人上人。
惹不起我们就开始躲。我们这些住校的，要么去外面解决伙食，要么拖走读的同学打包。食堂经理先是以食品卫生为由赶走了校门口的摊贩，然后开始搜查每个走读生的包，看到吃的一律没收。你们这些学生也太无法无天了！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小吃街吗？放着食堂那么好吃的饭菜不吃，竟然吃这些垃圾食品！你们别看这玩意儿看着干净，吃起来准难吃。虽然吃起来也还行，但肯定没那么干净。不信我给你们看。那这菜肯定不是从正规渠道来的。这些都是早上我从地里现摘的，马上就给你送过来了。我知道你们只要新鲜菜。就算你菜新鲜，肯定也没消毒，农药残留跑不掉。你说谁打农药呢？我们都是本分种菜的，你污蔑我，我锤死你！我们没办法，被逼得吃了大半个月的方便面，晚上做梦都是康帅博红烧牛肉面，导致现在一闻到方便面味就干呕犯恶心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躺在宿舍的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饿得胃酸倒流，嘴巴发苦，满脑子都是妈妈炒的肘子、香菇蛋炒饭，啃的被子全是口水。我忍不了了，不然还能给尿憋死了。是想饿着活，还是饱着死？结果发现他们还没睡，听到我的话，一个个都燃起死志。这还能忍？我要吃漂亮饭！你们3个留在寝室应付宿管的检查，我们溜出去买吃的。好，你们小心点，我们的胃就交给你们了。半夜11点多，我带着2个室友偷偷翻墙出去，来到小吃街。本来这一块有相当多的摊贩，现在全被赶走了。一个室友蹲在空荡荡的大街，抓着一个塑料袋猛吸，还残着点鸭血粉丝的香气。要不要来一口？你自己享受吧。我发现个更夯的。另一个室友盯着垃圾桶，眼睛发绿，搞得流浪猫都以为自己遇到了竞争对手。我们没办法，只能继续找，希望走运碰到个没关门的饭店。结果在半路上撞见班主任了，他一把把我们拽到树林里，让我们赶紧回宿舍。大半夜的，你们怎么还在外面？又偷偷溜出来上网吗？还这么明目张胆？被保安抓到，又要我保你们出来。我们学校实行封闭管理，住校的1个月才能回1次家。学校又偏，周围鲜有人家，几班保安34小时巡逻，抓到一个去网吧的，直接退学。学校差不多就是一个监狱，校长是这里至高无上的皇帝。老板，你搞错了，我们实在太饿了，就是想出来搞一口吃的。你们晚上没去食堂吃晚饭吗？听着老班的唠叨，我饿到眼花，脚底打飘，没站稳，突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老班看此情形，带我们去了他家。老周回来了，我煮了碗面，趁热吃吧。老班示意我们吃，我马上抄起筷子，夹起面条就往嘴里送。面条滑进去，滚烫的汤汁一泻闷喉，胃被烫的抗议，反攻给嘴巴，最后大脑强制执行最高指令，生生咽了回去。老班刚脱下衣服，你们慢点，吃子还没落地，我们已经把面炫完了。随后3双眼睛可怜巴巴地看向师母，师母扑哧一笑，走进厨房拧开燃气灶，菜上桌，上一道吃一道，筷子和碗直打架，盘子舔的都不用洗。中途老班撸起袖子也进了厨房，最后我们3个吃的肚皮滚圆。感谢老班和师母，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老班擦着汗，喘着气说：“你们仨家庭条件也不至于吃不起饭啊，生活费拿去干嘛了？”全都在这儿，1分没花。真不是我们矫情啊！淋巴肉炒烂辣椒，番茄炒西红柿，就连米饭都是家生的，种在地里都能长出稻谷。唉，我知道食堂做的不行，但不知道现在已经都拉成这样了。这次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，其他同学1个月才能回家吃1次人饭。临走前，师母给我们打包了几份饭菜给舍友。你们小心点啊，别被保安和宿管发现了。我感动的眼泪在眼珠中打转。第2天上午的大课间，老班突然从教室前面出现。跑窗的同学把窗帘拉上，前后门关好。好。然后他神神秘秘地掏出一个书包，一打开，肉香铺满整间教室，细看竟是满满一书包的肉包子。全班欢呼雀跃，老班连忙嘘声：“小声点，别被校领导听见了。给你们带了60个鲜肉包子，每人来领2个。”热乎乎冒着热气，表面沁着油，面皮细腻弹牙，一咬开，鲜汤顺着喉管滑进胃里，好吃的缩手指头。此刻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大家无比庄重地对待这来之不易的美食。老班扶着讲台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，目光充满了慈爱。后来老班隔三差五地给我们带好吃的，经常留着晚自习结束的最后30分钟，让我们拉上窗帘，把桌子拼在一起，吃着老班带来的热饭热菜，最后收拾干净，垃圾分批带走，分别丢进学校各个垃圾桶。全班人默契地保守着一个幸福的秘密。一天晚自习，我和老班聊天，你们吃饭的时候可爱死了，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。
老班，我们商量好了，这点伙食钱您收着，不能老让您自己贴。哎呀，这几顿饭能值几个钱？别整这些，好好把成绩搞上去，这才是给我最好的回报。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老班给我们带好吃的事情还是传进了那个狗贼食堂经理耳朵里。那天中午，我们在班里静静等待着老班，可迟迟不见他的身影。他早上说过，今天给你们带好吃的，早点回教室等我。但是约定时间都超过了30分钟，还是没看到他的身影。我出去找他，找了一圈，在走廊看到了老班。烈日下，他低着头，不停地鞠躬。他面前站着食堂经理，轻蔑地看着他，嘴里大声地喝骂着什么，唾沫横飞。我的老班都快50岁了，被那个死胖子当成小学生一样训斥。我的火腾地窜上来，握紧了手中的拳头。听见那个死胖子说：“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班主任，不想着抓学习，净想着给学生开小灶，吃出了问题，你能负责吗？”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容易饿，不吃饱没力气学习呀。饿了他们自己会来食堂吃，要你多管闲事儿。你是班主任还是厨子？要不要给个官给你做呀？对不起啊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但是你看，饭都做了，就让他们吃最后一次，我保证是最后一次。你妈逼！那胖子一把夺过师母手上的袋子，狠狠砸在地上，白花花的牛奶淌了一地。师母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，满脸心疼，蹲下来抢救。胖子却抢先一脚踩在饭盒上，还用力地跺。让你吃，让你吃，你吃个屁吃！做的也太过分了，孩子们不过想吃口饭而已。那又怎样？你打我，你来打我！你快给我班主任道歉！我奋力挣扎，但老班和师母把我抱得很紧。哼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，哪里还有学生样子？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！你再多说一句！胖子生气了，走到我面前，阴沉沉道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我正要说话，师母捂住了我的嘴，把我往外拖。老班连忙上前挡在我面前：“他还是个孩子，不要和一个孩子计较吗？”你给我滚到一边去！放开我！今天我必须把那家伙的狗牙打掉！他背后是校长，我们斗不过人家的。不管斗不斗得过，难道就这样让人欺负吗？你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唉，你班主任马上就要退休了，难道你想他这个节骨眼被穿小鞋吗？你下学期就高3了，要好好学习，考个好大学，这是你班主任对你唯一的期望。师母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听话，以后路还长，咱们退一步没事的。看着师母疲惫的样子，我鼻子一酸。师母说的对，是我们连累了老班，我不能再害他受牵连了，所以就算要报仇，也只能以我的个人名义。我听您的。唉。他目送我回教室，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发现班里的同学安静的出奇，我也没多想，等待着时间的流逝。1刻钟后，我估摸师母他们已经离开，立刻起身准备去食堂。就在我起身的一瞬间，全班人都站了起来。我奇怪的看向他们：“你们这是干嘛？”我也看到了，老班是因为我们才挨骂的，可这口气总得一起出吧？想一个人当英雄，没门。就是啊，最后一个。这一瞬间，我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大脑，豪情万丈，气冲云霄。草有什么大不了？人死鸟朝天，老子怕他个卵！去砸了特么的食堂！砸了特么的食堂！一行人气冲冲地奔向食堂。正值中午，还有不少学生在吃饭，看到我们气势汹汹，全都诧异地望过来。一个青椒炒肉，一个番茄鸡蛋。嗨，你们听说没？体育老师又跟音乐老师好上了。这个窗口的阿姨杵着勺子，和旁边的人聊得正高兴。闻言，她头也不回的一勺铲进菜里，然后抖到只剩几片青椒，才盖在我的餐盘上。全过程不到1分钟，她甚至连头都没有转过来，嘴上不停，唾沫飞溅，连个口罩都不戴。我站着不动，等着她到底什么时候能想起自己在上班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终于察觉到了异样。你腿瘸了啊？怎么还不走？要不要借个轮椅给你推着走啊？我指了指餐盘上寥寥几片青椒。你给我打的是什么？青椒炒肉啊！你眼睛瞎吗？你给我睁大狗眼看看，哪里有肉？你个小东西怎么说话的？你班主任是谁？你哪个班的？叫你老师来见我，听见没有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有资格见我班主任吗？现在的学生怎么回事？规矩都不懂是吧？我就在这儿站着，
您把话说清楚。说到底，他也不过是一个打工人，平时狐假虎威也就算了，真要他动手打学生，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。这时，旁边的大叔过来打圆场，夺下阿姨的勺子。哎呦，年轻人火气这么大干什么？不就几块肉吗？不至于的。说着，他在菜里翻江倒海，终于找到几块肉干，盖在我的餐盘上。走吧，走吧，不要杵在这里。我没有理他，一抬手，身后的同桌又递过来一份餐盘。我再次刷卡，那两人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，警惕地问道：“你到底想要干嘛？”我要吃饭啊，我还干嘛？你不是已经打了1份了吗？你管我吃几份？那大叔咬了咬牙，又给我盛了1份，可能是有点怕了，手也不抖了。多年顽疾一朝治愈，这次我没再纠结肉量，再一抬手，第3个餐盘递了过来。青椒炒肉，大叔终于意识到来者不善，这次不肯动了，同时给大妈使了个眼色。大妈向后处走去。你耳朵聋吗？我要打饭，1份青椒炒肉。小子，我忍你很久了。这时，大妈带着食堂经理气喘吁吁地赶来。对，就是他在闹事。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来食堂还能干嘛？难道是来拉屎的吗？不是给你了吗？拿着快走啊！我随手在菜里一划拉，很快就找到个形似老鼠头的东西，夹起来给他看。他睁着眼说瞎话，直属为鸭。这鸭脖啊！那你吃，这块鸭脖给你。张嘴，你他妈张嘴呀！你是不是找死啊？中介人果然教不出好东西，吃成一个样，全他妈缺的玩意儿！听见胖子又提及老班，我的怒火又燃起来了。随后我又强行压制住冲动。怎么，你自己做的东西都不敢吃？胖子愣在原地，见胖子没反应，我托起桌上的饭盘朝他脸上盖过去。那你特么的刚刚还狗叫什么？哗的一下，早已憋不住的同学们瞬间炸开了锅，掀菜盆的掀菜盆，推桌子的推桌子。我们的体委跳到了饭桌上，大喊：“这帮狗贼的，不把学生当人看，这种鸟气！我受够了！”此言一出，响应甚重，其他班的同学也都站起来，抓起菜盘往窗口扔，打饭窗口被砸了个稀巴烂。本来就是荷尔蒙暴动的年纪，再加上积怨已久，所有新仇旧恨都在这一刻爆发了。几个平时对我们横眉冷对的打饭阿姨，哪里敢抵挡愤怒的人群，马上脚底抹油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我们势如破竹，很快占领了食堂，摔锅丢盆，扔碗砸灶，形势一片大好。那胖子被我一巴掌盖翻，你造反呐！敢搞我让你全家都不好受！我抓着他的领子，对着他的肥脸就是左右开弓。16岁的我，无论体力还是智商，都处在巅峰期，浑身的力气使不完，打得他没有丝毫还手之力。他打不过我，就骂得更厉害、更脏。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，出了社会也是被淘汰的货色，让你爸妈重新培养一个吧。我嫌他吵，随手抓起了一把不知道是什么的菜往他嘴里塞，他不肯吃，我就双手按着给硬塞下去。你们自己做的饭都不敢吃，怎么好意思拿给我们？那胖子抠嗓子全吐了出来。这下我更好奇他们做的饭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时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抬头看到体委和班长抬着大汤锅跑过来，我闪到一旁，他俩一下给胖子扣里面。死胖子，早看你不爽了，让你装逼，校长亲戚了不起。你不是挺能吗？让你的校长爹来救你啊！我们刚把锅拿开，数不清的菜叶子就从四面八方朝他砸过来。我反应快，躲闪到一旁，差点被误伤。胖子终于知道惹了众怒，连骂我们都不敢了。我怕了你们了，不敢还不行吗？学校那边的反应也很快，10多个保安冲进食堂，举着喇叭大喊住手。几个校领导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为首的就是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校长。说到底，学生们还是怕校长的，纷纷停下了手上的动作。那胖子看见了校长，就像狗看见了主人。放开，他们要杀我啊！看着浑身烂菜叶的胖子，校长皱了皱眉：怎么回事？谁带的头？我干的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行为？知道，我在捍卫我吃饭的权利。什么？我在视线一瞟，找到一份还没被打翻的菜盘，盛了一勺骚臭的鸭肉，递到校长面前。所以这就是你造反的理由吗？我平时讲话你都当耳旁风了，这点苦你都吃不了，以后还能干什么？社会上可没人会惯着你。你以后进入社会，你能干嘛？
包能干的，我完全能像校长一样，把苦都留给学生，利益都装进自己的口袋。你，好，很好。你哪个班的？班主任是谁？我知道他班主任是谁，我今天中午才教训过他，没想到他记仇，就组织学生来砸食堂。说着，他就拿起电话联系老班来食堂。喂，你来食堂看看你的学生吧，你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好事？这帮小子疯了，你得管管。所有的事都是我干的，我退学就是了，和我班主任没有任何关系。没看出来你还对你班主任挺忠诚的吗？这倒是让我有点好奇了，到底是哪个名士教出来你这个高徒？老班很快被叫来，周老师，来看看你学生干的好事。老班被这满地的狼藉吓了一跳，拉着我小声问：“你们刚刚干了什么？”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干的，要罚就罚我一个。周老师，你们班的学生好威风啊！今天砸食堂，明天是不是要砸学校啊？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他们都不是坏孩子，校长，你听我解释，一定是出有因。是出有因，好一个是出有因。那他们明天把校长办公室砸了，是不是也能说是出有因？周老师，你是老教师了，我平时很敬重你。你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，可不要在这个时候犯糊涂啊！这次交给你来决定，你的学生现在干出了这种事，要怎么罚？他果然会拿这些事威胁老班，我不想让老班为难。你真能唧唧歪歪，我退学就是了。你个老东西，在这里狗叫个不停，烦死了！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吗？出口成脏，一点学生的样子都没有。刚刚还一直低着头的老班，忽然挺起胸膛，直视着校长的脸，缓慢又坚定的道：“我觉得他说的没错，是不？我不是指他说你狗叫这件事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校长，民以食为天，尤其是还在长身体的年纪，不让孩子们好好吃饭，确实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。你也看到了，他们做的菜实在是太难吃了。说句粗鲁的话，给狗狗都不吃，而且长期都是这样，所以大家有情绪，很正常吗？对，刚才给校长都不吃。大家笑成一片，校长的脸色变得特别难看。好啊，你这个班主任当到头了，你们这些差生一个都别想跑，还有谁起头的都站出来，让你们家长接回去，都不要念了，我们学校容不下你们这些大福。还有我，作为一校之长，任人唯亲，不分黑白，连最起码的公平公正都做不到，这种学校还有什么好带的？那我也走，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一丘之貉。那个字念何？反正我也准备复读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更多的手机刷刷的举了起来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这一瞬间，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好像来到了一方战场，黑云压城，刀戟成林，传说中不可战胜的大魔王兵临城下，弱小的我们手牵手结成人墙，齐声高呼：七月五一，与子同袍。大家的脸上洋溢着或兴奋或愤怒的神色。与之相比，校长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们，沉默了半天，最后指着我们几个最先站出来的人说：现在就让你们家长把你们领回去。我爸妈第一个到场。小兔崽子，听说你打架了，打赢了没？能不能有点正形？接着我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一阵风似的刮过来，抓着我的肩膀来回打量。赢了没？有没有受伤？从小我爸就教育我，要是别人欺负你，你就打回去，好汉不能吃眼前亏。我摇了摇头，我爸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光速变脸，一边解裤带，一边指着我说：臭小子，让你读书，你还敢给我打架？你还有没有心思放在学习上？这个前摇我太熟了，眼看着一顿打跑不了，老班挡在了我面前。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孩子。我爸眨了眨眼，怎么了，老师？他干嘛了？早恋了，逃课了，还是和人斗殴了，偷东西，打老师，还是算了，肯定没啥好事儿，先打一顿肯定错不了。你给我过来！这时校长咳嗽了2声，我爸回头看他一眼，没当回事，又准备修理我。是学校的菜太难吃了，孩子们吃不下去，我们只是提了个意见，可没想到结果成了这样。我操！你把食堂砸了，你是不是找死啊？3天不打你世上房揭瓦，给我滚过来！看我不扒掉你一层皮！爸，真的太难吃了！能有多难吃？我看你就是找借口！给我过来！你哪个家长啊？没看到我在教育小孩吗？好死个人！
这是校长。校长先生，您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啊？最近好像感冒了吧？嗓子干的话，我老家有个偏方特管用，回头我给您送点，保准见效。别了，你们家的礼我可受不起。这次叫你们来，就是让你们把贵公子带回家，另择高校吧。我们渺小，容不下这尊大神，还不快给校长道歉！校长，真是对不起，这里的东西我们都会赔。孩子太不懂事，让您见笑了。校长抬起一只手打断了我妈的话，我梗着脖子，不道歉，他给我们吃的是垃圾，你还敢顶嘴？到底有多难吃啊？能比你爸喂你的腐皮还难吃？之前我给胖子舀过一勺鼠头鸭脖，就放在旁边，于是顺手拿起来。我1个月交1000的餐标，能给你们吃这个？怎么会这样？之前我在家里吐槽过学校的食堂难吃，但是他只当我是逃避上学的把戏，连个标点符号都没信。那你们跟我来嘛。他要干什么？我带着他们往食堂里面走，胖子和校长一看事情不妙，拦住我说：“饭菜要是没合胃口，大家就别放在心上。”此时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家长，那就让我们看看，到底是食堂的问题，还是学生的问题？误会，真的是误会啊！我们一直按规矩来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但体委和班长2人已经一人扛着一盘菜，吭哧吭哧的跑过来了。一盘是黑乎乎做得像水泥的茄子，一盘是青椒炒豆皮，青椒发黑，其上虫洞清晰可见。这和干水桶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就是这个不是用桶装的。我爸皱着眉剥开茄子，一具苍蝇尸体重见光明。这是极个别事件，大家别误会，别误会啊！可就算这样，他们浪费粮食也是不对的。你谁呀？我是食堂经理。你好意思说孩子浪费粮食？把菜做成这个样子才叫糟蹋粮食，这玩意儿还不如我给他喂的腐皮呢。你就给我家孩子吃这些？也难怪孩子造反，这谁能吃得下？都31世纪了，还能短小孩一口吃呢？简直荒唐！荒唐！妈，我饿，我在这里吃不饱，睡不好，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，我真的好饿，妈妈。这一声唤醒了在场所有妈妈的母爱，我妈眼睛当场就红了。于是我们有样学样，纷纷和父母痛诉其难。一时间，整个食堂都回荡着充满苦情的叫喊。那胖子眼看情形不对，准备偷跑，我指着他说：“爸，就是他，强迫我们吃这些，还打我！”我爸冲过去就是一脚，你打我儿子！然后我爸骑上去，对着他的脸就是左右开弓。不愧是我亲爹，我们连打人的姿势都一模一样。其他家长反应过来，也纷纷围上去，左一拳右一脚。再说回校长这边，他还是硬撑着说：“这都是为了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德。”放屁！这叫吃苦，看清楚，这明明是吃屎！这里面的猫腻恐怕不是一个吃苦能解释的吧？这样，你把食堂流水公示出来。妈的，我就不信了！每人1个月1000的餐标，就吃这些能花得完？要查流水，不然我就去教育局举报。一听教育局，校长的脸色明显变了，再也没有之前趾高气扬的模样。不好意思，是我监管不严，我检讨，我现在就把他开了，以后食堂换人，我定期抽检，我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现在保证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不是说要吃苦吗？好啊，你来带头。把这些吃了，我再考虑原不原谅你。体委手疾眼快，当场端了一碗灰扑扑的米饭递了过去。怎么是这个颜色？特意从地上扫的，他也配吃锅里的？校长面露犹豫，家长们拍桌子。其实这做的也不错哈。校长一咬牙一闭眼，一口下去，嚼，怎么嚼半天嚼不烂，怎么回事？他吐出来一看是抹布，学生们笑成一团。最后家长们联名向教育局举报，上面的领导高度重视，成立了调查组。很快查出来校长以权谋私属实，直接撤了他的职位，还进去了。那个胖子则因为卫生条件不达标、贿赂、做假账等被顶格处罚。后来新校长到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改食堂。他把每个窗口承包给不同的经销商，让他们自己竞争，各凭本事，还会不定期的调研，让学生们选出最不满意的窗口。一旦连续2次中标，就会淘汰。这一举措大大改进了我们的伙食。我最喜欢食堂1楼的粤菜，价格实惠，风味俱佳，前50名点餐免费送龟苓膏，打饭阿姨服务热情，不手抖。每次看到我还会喊一声靓仔。
唯一遗憾的是，老班的小灶没了用武之地。但是经此一事，我们班空前团结，即使毕业10多年了，大家还会时不时在班群聊天。每年都会有一批人重返母校，找老班吃饭聊天。去年我和班长体委一起回学校，老班说：“你们这一届是我带过最勇敢的一届。”现在学弟学妹们之间还口口相传着一句话：学长学姐们走后，他们给我们修食堂，提高我们的待遇，不是因为学校良心发现，而是因为学长学姐们曾经来过。